呢，我們已經確診有頸椎間盤突出或者說骨質增生的中老年朋友，在補鈣和營養方面有什麼特別需要注意的嗎？吃哪些食物或者說保健品能讓我們消除骨刺嗎？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啊。涉及到也很多的这個認識誤區吧。首先，沒有任何一個食物和保健品能消除這個已經長出來的骨刺，就是骨質增生。骨刺是人體在就是這個不穩的狀態下哈，試圖通過增加這個受力面積而獲得了一個自我的一個修復產品。是一種骨性的結構。同樣這個椎間盤突出的結構也不會通過吃藥或者突出了再回去。其次關於補鈣，中老年人尤其是這個絕經後的女性確實需要關注鈣和維 D 的這個攝入，預防和治療骨質疏鬆。當然，這也是主要是為了這個維持這個骨骼前度的整體這個前度。對於沒有骨質疏鬆的頸椎病患者單純的補鈣對這個頸椎病本身緩解了麻木這些症狀沒有什麼直接的作用。所以是否需要補鈣，如何補鈣，是基於這個骨密度的檢查，還在這個醫生指導下來進行的。在營養方面的核心建議是均衡營養，保證這個優質蛋白質的攝入，還有就是維持這個肌肉力量和肌肉量，這對於穩定這個頸椎至關重要。其實還有一些就是抗炎的一個食物飲食可以推薦一下，就增加富含一些這個脂肪酸，如深海魚，抗氧化劑就是新鮮的這些蔬菜的一個食物攝入，有可能因為這個頸椎病其實就是個慢性的一個炎症過程，對這個緩解這個疼痛有一定的這個輔助作用吧。控制體重。這個可以直接降低這個脊柱的負荷，肯定是有效的。請記住，治療頸椎病，科學的這個康復鍛鍊跟這個知識的管理，其重要性遠遠大於任何這個神奇的保健品。那在這裡呢，我還特別想給觀眾朋友們去強調一下剛才劉醫生提到這個抗炎是炎症的炎，可不是咱們日常吃的這個鹽分的鹽它也不是感染的那種炎症，它是一種无菌性炎症。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概念这儿大家一定要注意。那麼在此呢，總結剛才劉主任說的這些話，我給大家來畫一下重點。比如說我們的骨刺和突出的這個椎間盤，靠咱們單純的吃是吃不掉的，也是治不好的。那我們在營養支持呢是基礎，目的呢是咱們养好咱們的肌肉和骨頭，而不是治療病灶，对吧？那我們真正的药方呢是正確的生活方式和持之以恆的生活習慣，包括我們的鍛鍊。那麼後面還有問到一個這個最近幾年非常火的一個問題比如說我們這幾年尤其是在咱們年輕人當中非常流行劉畊宏健身操或者其他的比如說像這個之前也風靡全球的郑多燕減肥操等等，和一些高強度的間歇訓練，比如說有頸椎問題的人，那可以跟着練嗎？我們需要注意什麼呢？能不能在這兒來給我們分析一下？這個是比較貼近現實的一個問題。對於這種有頸椎病問題的人群參與這類這種高強度高衝擊性的競技性的這個健身運動需要格外謹慎。基本原則是急性期絕對是禁止了比如你现在正是一個經痛或者手麻或者這個發作期，還是以休息溫和的治療，因為頸椎病大部分是可以非手術治療的所以任何劇烈的運動都會加重這個剛才提到的這個炎症和水腫然後緩解了以後，比如我經過保守治療緩解了以後，是不是可以繼續呢？需要評估處於穩定期可以評估你目前的狀態，用低強度循序漸進的一個嘗試，但是還是要注意，還是要避免
頸部的一個過度的一個屈伸和旋轉。很多健身操包括這種快速點頭啦、甩頭啦、大幅度的這種繞頸動作啦，其實這些都是一些高風險的動作。還有警惕一下，就是這個負重和衝擊。手持這個有的老頭老爺子啊，手持啞鈴做這種快速的擺臂或者跳躍落地式的這個衝擊，都會通過這個下邊脊柱的傳遞啊，增加這個上部這個頸椎的一個負擔。所以要關注一些這個核心肌群。很多高強度的訓練能鍛鍊這些力量，但對脊穩定性也有益，但要確保這個動作要標準，不代償的前提下進行啊。如果非想參與啊，我建議選擇對頸部衝擊小的這個動作片段啊，像這個跳躍啊，你可以改成這個踏步，減少這個衝擊。所有這個剛才也提到了，所有的頸部動作一定要放慢速度，減少這個幅度，甚至你可以不做啊，就是保持這個全身脊柱的一個收緊狀態、中立狀態。最安全的建議就是有明確這個頸椎結構問題，比如出現這個突出了或者不穩的朋友，最好是在一個專業教練或者是康復治療師的指導下進行這種個性化的力量訓練，而不是盲目的跟這種高強度的流行課程來健身。那剛才您提到了啞鈴，我特別想問一個問題啊，最近這1-2年壺鈴特別流行，我看見很多這個年輕人甚至是中老年人，基本上就是手持1到2個，有的是這個左手一個，右手一個，是5公斤，就是10斤，或者說這個6-7千克這個樣子，就10幾斤。那他們有的可能是左右開弓，或者有的我就2只手就拿一個，或者是把它舉到頭頂這樣的一個動作，或者是從前後這樣遊蕩一個動作。您覺得這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它會牽扯到我們頸椎的一些問題嗎？這個剛才提到，也不要盲目的跟一個課程我就做這些動作。其實這些動作是一個衝擊力非常大的，是需要從循序漸進的一個鍛鍊了，最好是有這個健身教練了親自指導，而不是盲目的我隨便拿一個哑鈴，我從幾公斤做起，這樣的話比較盲目，容易。他一般的康復師也會評估你的身體，要根據自己身體情況來選擇合適的這種啞鈴了這種動作。所以其實您看剛才跟我們分享的這一些內容哈，當我們有這個頸椎問題的時候呀，健身的安全閥我們要擰得更緊。那麼宗旨是我們寧可強度低，但是不可動作險，或者說咱們用力過猛。我們要把安全和控制放在第一位，比如說選擇游泳啊、快走啊、普拉提等对頸椎更友好的動作，可能呢會更穩妥。